平时欺软怕硬，可以摆摆威风，真到战时啊，遇到中俄这样的军队，我看美军的航母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军港里，别出来的好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，美国如果用2个航母战斗群介入台海怎么办？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，如果美国武力介入台海，反航母作战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。多年来，西太平洋一直是美军航母战斗群的部署的重点。在这个区域里面，美国海军有日本的横须贺基地、冲绳的那霸基地和关岛基地作为主要的支撑点，其中横须贺是美海军第7舰队的母港，目前常驻的航母是林肯号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啊，因为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，美军被迫撤出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。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，那美军在第一岛链上就不会只有1个航母基地了，而是2个了。美军航母介入台湾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爆发。在这之前呢，中国虽然没有统一，但是台独势力的活动呢是一直被压制着的。蒋经国在世的时候对台独势力的镇压还是比较得力的，但是蒋经国死后，接替他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独分子。在他的支持和庇护之下，台独势力是日益嚣张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台独分子终于实现了上台之政。从理论上说，要想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，美国应该大量的制造航母。但是今天美国的造船工业已经严重的衰退，不可能再像上世纪40年代那样大量的制造不同吨位的航母，用数量优势取得战场优势。所以今天的美国海军呢，就只能维持10艘航空母舰的总兵力。考虑到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运行维护和官兵的休整周期，以及美军全球部署需求，在整个西太平洋常态下，美国海军呢只能同时保持2艘核动力航母。当然战时他会把其他方向的调过来，2艘航母自然搭载了2个航空联队了。一般来说，美军的舰载机联队编制有战斗机、反潜直升机、预警机和其他的特种作战飞机，以及一般的通勤飞机。美军还计划研制舰载无人加油机。按照美军目前的计划，每个舰载机联队只配20架 F-35C，2个航母战斗群呢，一共可能能够拥有40架 F-35C。这么多的隐身战斗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打击力量。目前解放军反航母最有力的武器系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。美国承认东风 21D 和东风26使美军的航母很难靠近中国海岸线1000公里范围内。事实上，这种威慑能力已经基本上确保了美军的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不可能对台海战争发生逆转性的影响。而且解放军的反舰弹道导弹在数量上是充足的，在载体上是多样化的。不仅仅是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啊，我们还有空射型的和海射型的。海军不仅有水面上的，还有水面下的，但是我们依然要按照料敌从宽的原则进行打航母的准备。假如因为某种原因，美军的航母突破了东风导弹的拦截，进入到它的舰载战斗机的作战范围，或者是 F-35 和 F-22 直接从冲绳加沙纳空军基地起飞前来空袭，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？这就需要我们在反隐身雷达预警方面做文章，特别是在预警机的反隐身能力方面要有办法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，在2022年的5月，美军承认中国的空警500预警机和歼20战斗机配合，曾经在东海海域上空成功拦截了 F-35 战斗机。每个方面是把这个案例作为证据拿出来，希望能够推进第6代战斗机的研制。但是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，6代机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， F-35 是比较现实的战斗力。因此呢，解放军应该抓住美军 F-35 装备的数量还不太多的这个时间段，大力的加强我们的天基、空基和海基反隐身预警能力，同歼20密切配合，能够对美军的航母、舰载机进行有效的打击。美军的航母只要一逃跑，台独分子的士气立刻就会崩溃。另外啊，解放军海军的潜艇也是美军航母的重大威胁。目前全世界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彻底的解决水下潜艇的威胁问题，美军也不行。有敌方的潜艇藏在水下，水面舰艇上的人员心总是悬着的。对付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呢，需要采用综合打击手段，并且要做出付出牺牲的准备。我们相信美军对自己的航母还是很珍重的，
一舰6000人呢，被人打成一艘，怕是美军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平时欺软怕硬，可以摆摆威风，真到战时啊，遇到中俄这样的军队，我看美军的航母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军港里，别出来的好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。